既然万恶淫为首，为什么还要婚嫁和二性之好呢？男女相爱是生命延续之本，杀盗使人痛苦，淫欲是你情我愿之事，彼此欢愉，又何必反人性呢？有缘人，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沉重却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邪淫的危害。或许你会觉得这个词有些古老，甚至有些遥远，但它的影响却真实存在，渗透在我们的身心命运，甚至是家庭的各个方面。古人常说，色是刮骨钢刀，伤人于无形之中。那么邪淫到底有多可怕？它又是如何毁掉一个人的福报和未来呢？今天我们就一层层来揭开这个真相，也希望能为你点亮一盏明灯，护住自己的清净与平安。先说说什么是邪淫。简单来讲，就是除了正当夫妻关系之外的任何不正当性行为，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意念上的，只要越过了道德和伦常的界限，都属于邪淫的范畴。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因为这一念之差毁了自己的一生？太上感应篇里有一句话叫做邪淫之罪报，报在速疾，意思是这种过错的果报来得特别快，躲都躲不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邪淫不仅伤害自己，也伤害他人，破坏的是天理人伦，动摇的是一个人的根本。我们先从身体上来讲，中医里有一句话，精气神是人的三宝，而精是生命之本。一个人如果沉迷邪淫，过度消耗自己的精气，身体就会像一棵缺水的树，慢慢枯萎。你可能会觉得年轻的时候无所谓，但时间一长，腰酸背痛，精神萎靡，记忆力下降，甚至连免疫力都会变差，各种病痛找上门来。这不是吓唬人，而是实实在在的因果。古人早就说过，精满则神旺，精亏则神衰。身体是修行的道场，如果连这个道场都守不住，何谈福报和成就呢？再说说精神和命运上的影响，邪淫不仅伤身，更伤心。一个人如果心念不正，总是被欲望牵着走，内心就很难有真正的平静。你会发现自己做事总是心神不宁，更容易出错，甚至连最基本的判断力都会下降。更严重的是，邪淫会折损一个人的福报。佛教里讲，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也就是说，福报是从清净心而来的，而邪淫恰恰是污染心田的毒药，它会让你的气运变差，做什么都不顺，甚至还会连累家人。唐朝有一个人叫袁德秀，年轻时才华横溢，前途无量，但因为不检点沉迷女色，后来不仅仕途受挫，还早早病逝，留下了无尽的遗憾。他的遭遇让人唏嘘，也让我们看到了邪淫之害绝非小事，更别说对家庭和后代的影响了。邪淫往往是家庭破裂的导火索，它
它破坏夫妻之间的信任和感情，让家不成家。更可怕的是，这种业力还会延续到后代身上。佛教因果律里讲，父母的行为会影响子女的福报。如果一个人不守戒律，造下恶业，子女可能会因此体弱多病，或者性格叛逆，甚至一生坎坷。这不是迷信，而是古人总结出来的深刻智慧。想想看，哪一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安顺遂？可如果我们自己先种下来了恶因，又怎么能指望孩子去承受善果呢？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说，现在社会这么开放性观念早就变了，偶尔放纵一下也没什么大不了。可正是这种无所谓的想法才是最危险的。现代人追求所谓的自由，却忘了自由背后要有底线和责任。你以为是短暂的欢愉，其实是埋下了长久的苦果。就像一颗种子，你种下的是毒草，结出的必然是苦果。看看身边那些因为不检点而婚姻破裂、事业受挫的人，他们的经历难道还不足以警醒我们吗？自由不是放纵，真正的自由是管住自己的心，不被欲望绑架。从科学角度看，一些昆虫交配过一次后就会死亡。警犬交配过一次后，嗅觉灵敏度就会降低一半，交配3次之后就再也无法协助破案，只能淘汰。这都能证明是能量丧失的表现。上世纪50年代，西方性解放思想传入日本，色情文化在日本可以说是被发扬光大，举世闻名。经历了几代人，这些遗留问题就逐渐显现了。他们的年轻人中出现了大量的都市隐者，也叫做宅男。他们相貌丑陋，眼神空洞，不学习，不工作，也没有人际交往，成天什么也不干，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简直就像废物一样。日本曾在2战后创造过令全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其电子产品和制造业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很多人说是由于房地产和金融泡沫破灭引起的，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色情文化导致日本新一代的年轻人根本无法传承日本引以为傲的产业优势。全世界智商最高的2个族群，一个是德系犹太人。德系犹太人认为婚姻是非常神圣的，他们有着非常严格的性禁忌。另一个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教导我们万恶淫为首，这是老祖宗的智慧给我们带来的福报。千万不要再认为古人对此如洪水猛兽般避之不及，是封建愚昧的旧思想。为什么性禁忌特别严格的族群智商都普遍较高呢？《黄帝内经》中说，肾主骨生髓通于脑，肾藏精，精生髓，脑为髓之海，如水能润物，油能养灯。只要肾精充足，
大脑得其滋养，人就耳聪目明，精力充沛，头脑发达，体魄强健。反之，如果欲火常常焚烧，肾精不足，精髓就容易枯竭，聪明智慧则被障碍，思维能力也必然降低，记忆力减退，精神萎靡不振。寿康宝鉴中也讲，好淫之人，子孙必不昌盛。子孙是精气神的产物，自身的精气尚且消散，不能积存，又怎么能寄期望集中于子女之身呢？孔子曰：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色欲是少年人的第一关，如果在筋骨尚未坚固时就染上手淫等恶习，要搏了几年时间，就会精血亏损，萎靡不振，大脑和身体也得不到充分的发育，甚至会导致夭折早亡。彭新老师讲过他的一个医案，一个少年从11岁开始手淫，到19岁时已经颓废得像一个小老头一样。万事以身体为资本，少年人切不可过早的贪恋情欲，损伤元养。作为家长，一定要关注好自己的孩子，避免他们受到网络上黄毒的污染，保护好少年的脆弱之躯。文昌帝君在文昌训斥世子戒淫文中说，上天命我掌管世子功名，那些落榜后的贫困潦倒者，并不是没有寒窗苦读和满腹文章，他们一辈子艰难困苦，说起来还是由于越规犯淫，自坏节操。可叹这些人不去检查自身的原因，反而怨天尤人。高中进士的福报是从心地上种来的，身穿大臣的紫袍是从阴德中修来的。科考场中处处有神明监察，考卷中字字珠玑，忽然灯灰落下，毁坏考卷，偏偏文章锦绣，无缘无故被墨迹污染。其实都是我在冥冥中主持公道，怎么能说老天没长眼睛呢？虽然现在没有科举考试，但亏损阴德没有考运的果报是一样的。即使智商高学习好，没有考运一样考不上。因此青少年应当引以为戒。华严经中说，邪淫之罪，能令众生堕三恶道。若生人中得2种果报，一者妻不贞良，二者得不如意眷属。因此求阖家安好者，应当引以为戒。优婆塞戒经中说，邪淫之人虽有钱财不能守护，如筛漏水，因此求财者应当引以为戒。可见犯淫者现世要减寿削福，来世还要堕入恶趣，实在令人悲哀。富贵人往往多造淫业，怎么没见他们有报应？春天播种，秋天收获。宿世的善因在今生成熟，便可以靠着储备的粮食顺利度过冬天。如果今生不知修复，等到来年必定要忍饥挨饿。福分浅薄之人，储备粮食本就不够，因此今生果报就会现前。华严经中说，
菩萨于自欺，常自知足，即使是合法夫妇，也不可过度贪淫。那怎么才叫过度呢？我们可以参考药王孙思邈的千金方：20几岁4日一泻，30几岁8日一泻，40几岁16日一泻，50几岁20日一泻，60几岁最好不要再有房事了。即使是合法夫妇也不贪淫，但如果不知忌讳，同样会犯邪淫。那到底什么是邪淫呢？除了卖淫嫖娼、一夜情、婚外恋、未婚性行为等等，这些显而易见的一切不受国家法律或社会道德所承认的男女关系是邪淫以外，如果属于幽婆塞戒经中所说的这些情况，都叫做邪淫。非时，如佛菩萨的诞生日、成道日，如地藏经中所说的十斋日，这10天是诸罪集解，定其轻重的日子，如提味经中所说的8王日，这几天是天地阴阳变化的时间。黄帝内经中也讲，24节气是天地气机升降沉浮的节点，因此人应当好好休息，以安全度过节点。在《礼记乐令》中有这样的规定：当惊蛰即将到来，春雷震响的前3天，古代圣王就会令人敲响木钵，警示人们在此期间禁止房事，以免招感种种灾病，甚至误送性命。民间也有冬至前后死人多的类似说法，可惜古人的智慧后世鲜少有人传承。另外，女性生理期、妊娠期、为父母守灵期间的，都应禁忌不行房事。非除夫妻床外，不可在其他地方，例如在厨房、路边、佛像前、圣贤像前等等。非气除生殖器外，不可在其他部位，如口道、大小便道。非女，包括猥亵幼童、人畜之间同性恋等。有朋友认为同性恋是天生的，不能算作邪淫。在《造像功德经》中，释迦牟尼告诉弥勒菩萨，有4种业使人受不男不女之身。第一，在庄严之处4行淫污；第二，在不正当的部位行淫；第三，自淫；第四，拐卖女人。所以说，欲知前生事，今生受者是。所谓的天生，就是最有力的因果证明。还有处女、他妇、有夫之妇，属自身之手淫或使用助淫工具自淫、意淫。此外观看、制作、传播、交流色情内容、蛊惑人心、叫人邪淫等均为邪淫。这样说来，可能大家都犯过邪淫，业报一致，逃避无由。我们要趁自己还康健的时候勇猛回头。那么邪淫的危害这么大，我们该如何远离它，守住自己的清净呢？其实方法并不复杂，但需要下定决心。第一步就是要正视自己的问题，
如果你发现自己有这一方面的困扰，不要逃避，也不要自欺欺人，勇敢地承认，然后下定决心去改变，去忏悔发愿，永不再犯。因为愿力大于业力，会帮助你更好地修正改过。建议大家把地藏经读起来，会帮助你更好地戒除这些恶习。第二步是要远离诱惑。现代社会信息爆炸，各种不良内容无处不在，手机一滑可能就掉进了陷阱。所以管住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少接触那些不健康的东西，给自己的心留一片干净的空间。第三步，要培养正念，多读一些正能量的书籍，比如佛经、道德经，或者听听国学经典，让自己的内心充实起来。当心被正气填满，邪念自然就无处藏身。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自爱自重。身体是父母给的，是上天赐予的珍贵礼物，我们怎么能随便糟蹋它呢？每当欲望来袭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我这样做值得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对得起家人吗？很多时候，欲望就像一阵风，过去了也就散了。只要你能守住那一瞬间，心就会重新清明起来。古人说，克己复礼为人，意思是能战胜自己的私欲，回归到礼仪之中，就是真正的仁德。能做到这一点，你的气场都会不一样，福报自然也会慢慢回来。其实戒除邪淫不仅是为了避免恶果，更是为了给自己和家人积福。你想想看，一个身心清净的人，走路都带着光，做什么事都顺风顺水，家庭和睦，子女孝顺，这不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想要的生活吗？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总是被欲望控制，内心浑浊不堪，就算有再多的钱财和地位，也不过是镜花水月，抓不住，留不住。佛教里有一句话叫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意思是所有的恶事都不要去做，所有的善事都要去践行。远离邪淫就是最大的善行之一，因为它不仅救了自己，也救了身边的人。说到这里，我想问问你，是否有过被欲望困扰的时候？是否曾因为一时的冲动而让自己后悔不已？其实每个人都可能犯错，关键是能不能及时醒悟。悬崖勒马，人生就像一条路，走错了方向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直错下去，不肯回头。邪淫的危害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它像一把无形的刀，割掉的是我们的健康、福报和未来。但好在，只要我们愿意改变，一切都还来得及。从今天开始，试着管住自己的心，守住自己的身，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你会发现，当心清净了，整个世界都会变得不一样。有一个人名叫慧能，是禅宗六祖，他曾说，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意思是我们的本心原本清净，
只要不起邪念，就能回归本真。慧能大师的一生就是一个从平凡到觉悟的过程。他告诉我们，无论过去如何，只要当下觉醒，就能重获新生。你我虽然不是慧能，但一样可以从现在开始，放下过去的错，走向光明的未来。人生苦短，值得我们珍惜的东西太多，千万别让一时的迷失毁了所有的美好。最后我想说，戒除邪淫，其实是给自己种下一颗福报的种子。它可能不会马上开花结果，但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更健康了，心更平静了，家庭更和睦了，连运气都会慢慢的变好。古人常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只要你愿意走正道，天理自会护持你。希望你能从今天开始，真正的爱惜自己，远离邪淫，让生命焕发出本该有的光彩。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吧。你的每一次点赞转发，都是修行福田中的一粒芥子。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